人过50，身体频繁出现这6个警示，就要及时休息，不要大意。孙叔今年刚过50，原本身体一直挺硬朗，可最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早上起床时，总感觉腰酸背痛，膝盖也时不时的隐隐作痛。更让他烦恼的是，晚上常常失眠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袋里都是白天的琐事。白天呢，没干多久活就累得不行，总觉得提不起劲儿来。这些变化让孙叔心里犯嘀咕，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身体开始罢工了？每次他对老婆说起这些，他总是让他去医院看看，孙叔却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是休息不够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些症状却越来越频繁，孙叔心里开始有点慌了。是不是身体真的出了问题？这些小毛病会不会有什么大隐患呢？你们有没有和孙叔一样，发现自己过了50岁后，身体开始频繁发出这些信号？一、睡眠质量差。人到50岁，最怕的就是睡不着觉。这其实是因为咱们的生物钟出了问题。生物钟就像身体里的一个小闹钟，每天按时提醒你什么时候该睡觉，什么时候该醒来。但过了50岁，这个小闹钟开始不准时了。松果体和下丘脑里的那点儿机械慢慢老化，褪黑素的分泌也跟着出问题。这就像是原本每天晚上都提醒你入睡的小助手突然罢工了，于是你就开始在床上和自己较劲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闹钟调回来。首先要坚持每天按时上床睡觉，哪怕一开始睡不着，也别放弃。而且别让自己在睡前过于兴奋，这时候不如给自己找些放松的活动，比如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或者看看轻松的书，让大脑慢慢平静下来。千万别去刷手机，那蓝光直射眼睛，刺激大脑，更别说睡觉了。你可能会想，要不就吃点安眠药吧，简单省事。可是安眠药吃多了，不仅对身体不好，还容易上瘾，导致一离了药就更睡不着。二、身体乏力。人过50，身体乏力总会时不时的找上门来。年轻时候跑个几公里不带喘气的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走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，好像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一样。其实这种现象背后有个原因，那就是身体里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开始失效了。线粒体是细胞里的小动力源，负责为我们提供每天所需的能量。年轻时线粒体嗡嗡作响，干劲十足，但到了50岁，氧自由基的增加就像是电厂里的线路老化，发电效率自然下降，身体也就没那么有劲儿了。另外，随着年纪大了，肌肉量也在逐渐减少，肌肉可是咱们身体里的大力士，负责支持咱们的活动。可是随着岁月流逝，这些大力士开始退休，留下的都是些临时工，力气不够，耐力也跟不上。这也让人觉得越来越累。想要对抗这种乏力感，最重要的就是让身体的小电厂恢复活力。这需要从日常生活做起，特别是在饮食和运动上多下功夫。此外，别忘了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，哪怕只是散散步，做做伸展运动，也能帮助肌肉保持活力，延缓力气的流失。人到50岁，身体乏力虽然难免，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。通过合理的调理和积极的生活方式，依然可以为身体的小电厂注入新的能量，让每天都能精力充沛、充满活力的度过。三、关节疼痛。50岁以后，关节疼痛仿佛成了生活中的常客，时不时就来敲敲门。实际上，关节疼痛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，提醒我们关节里的软骨正在悄悄磨损。软骨是覆盖在关节表面的一层保护垫，起到缓冲和减少摩擦的作用。一旦软骨开始磨损，关节的减震器功能大打折扣，每一次活动都会给关节带来直接冲击，这时候疼痛也就不请自来了。软骨的磨损大多是不可逆的，尤其是在没有及时注意的时候，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说，关节疼痛其实是软骨在无声的呐喊，提醒我们需要改变生活方式，保护我们的关节。应对关节疼痛，最重要的是减少关节的负担，给软骨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。适当的运动很重要，但得选择那些对关节压力小的运动，比如游泳、骑自行车，这些运动既能锻炼身体，又不至于让关节吃不消。与此同时，体重控制也很关键，
每减少1公斤体重就能减轻关节相应的负担。面对关节疼痛，千万不能硬扛，也不要依赖止痛药物掩盖问题。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减少软骨的磨损，调整生活方式，让关节得到应有的保护和修复。听懂了关节发出的无声呐喊，我们才能在50岁以后依然轻松自在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。4、形体变化。50岁以后，身体的变化往往最先表现在外形上。以前挺拔的身姿可能开始驼背，曾经紧致的皮肤变得松弛，甚至体重也开始无缘无故的减少或增加。驼背是常见的形体变化之一。脊椎作为身体的支柱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骨骼一旦变脆弱，脊椎就容易失去原有的支撑力，背部自然就弯了。驼背不仅影响外观，还可能压迫内脏，影响呼吸和消化功能，所以看似简单的形体变化，背后潜藏着健康风险。体重的突然变化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信号。体重突然减少，可能是肌肉量在流失，这意味着身体的代谢功能正在下降。如果肌肉量减少，不仅体力下降，身体的消耗能力也会变差，容易出现疲劳、无力感。对于这些形体变化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警觉，及时调整生活习惯。锻炼也很关键，特别是针对核心肌群的锻炼。这些肌肉群对保持正确的姿势、支撑脊椎非常重要。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，可以延缓肌肉流失，让你在50岁以后依然保持健康的体态。5、行为变化。人到了50岁，除了身体上出现各种变化，行为上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。有些人开始变得比以前更小气，花钱时斤斤计较，甚至连家人想买点什么都要犹豫再三。这种行为变化其实是身体和心态在悄悄发生转变的表现，是一种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能量储备开始下降。这种下降不仅表现在体力上，还反映在心理上。当我们感到能量不足时，身体和大脑会自发地进入节约模式，变得更加关注自我保护。这导致我们更容易变得保守，行为上也开始显得小心翼翼，甚至有点自私。保持心理健康，最重要的是学会放松和适时释放压力。平时可以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旅游、读书或者和朋友聚会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不仅可以转移注意力，还能让自己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动力。另外，和家人朋友多沟通也是很重要的，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藏在心里，适当的倾诉和分享能够减轻内心的负担，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密度。身体和心态的变化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们。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担忧，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，你会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去发现和体验。6、颓废情绪。50岁以后，生活的节奏似乎慢了下来，工作逐渐淡出，孩子也长大离家，生活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忙碌。这时候，很多人会开始感到空虚和失落，甚至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颓废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就像个隐形杀手，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，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当人们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和动力，容易变得消极懈怠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，会让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，越来越不愿意与外界接触，越来越沉溺于负面情绪之中，最终可能导致抑郁症等心理问题。要对抗颓废情绪，首先需要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。50岁并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，让生活重新有了方向和动力，情绪自然就会好起来。结语：在50岁之后，身体和心理都会经历各种变化，这些变化往往是衰老过程中的自然现象，但它们同时也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。当我们感到颓废和乏力时，这其实是身体和心理在提醒我们要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和方向。人过50，面对这些健康警示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每一个警示背后都是身体在呼唤我们去关注它、照顾它。通过及时调整和采取积极的行动，我们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质量，更可以在50岁之后依然保持活力和健康，享受生命的每一天。